世界上最富有的皇室没有之一，每年有15个国家向英国皇室进贡。澳洲、加拿大、纽西兰等英联邦王国的公民每年需要花多少钱来供养这一批英国的皇室呢？你或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些国家的人需要花钱去养着别人的皇室呢？而且付出的金钱比英国人自己还多呢？是不是被坑了，还是太有钱想要做慈善呢？呵呵。其实不然，澳洲、加拿大、纽西兰等是在花钱养着自己的皇室，也就是说，英国女王也是他们的国家元首。而澳洲、加拿大、纽西兰等是温莎皇室的私人财产，英国也只是温莎家族众多领土之一而已。所以，目前居住在英国的温莎皇室是全球最强大的皇室，没有之一。这我上一期已经有细谈了，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频道找也行。当英国女王访问澳大利亚时，她是以澳大利亚元首的身份在说话和行事，而不是以英国女王的身份。相同的案例也适用于加拿大、纽西兰等15个英联邦王国。而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和开销，英国政府是不会承担的，而是由所在国政府所承担。加拿大政府会出资以支持女王在加拿大甚至在国外担任加拿大元首时履行职务所产生的开销，比如说宣传、安保、宴会等。除此之外，加拿大人很幸运，无需像英国人一样必须为自己的皇室每天的吃住行的方面进行全面的买单。201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伊丽莎白2世女王和她的家人在前一年，也就是2018年，就花费了英国纳税人的6700万英镑，比上一个财年增加了近2000万英镑。哇，你一家人一年花费会超过100万吗？哈哈，皇室果然就不一样。而加拿大人民无需向女王甚至任何的王室成员支付任何的钱，无论是用在个人收入或支持加拿大境外的王室的住宅。但是英国女王在加拿大所委任的总督和各省的省督的费用，则需要由加拿大人民买单。你没有听错，除了一个总督，在全国每一个省还有一个省督的角色，以确保女王的威严能够传达到她的领土的每一个角落。但除了威严，当然还有温馨的举措，比如英国的女王会为每一个加拿大的人瑞和每一对新人伴侣签署贺卡等。除了对加拿大，对整个英联邦国家都有类似的举措。比如马来西亚有一位著名的志愿者叫做安哥根当马铃薯叔叔，他因为热心助人而被英国女王授予 Commonwealth Point of Light Award， 这是赠予英联邦国家内的杰出志愿者的奖项。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我会每周更新哦。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英国如何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皇室，比日本皇室的影响力更大。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的频道找也行。由于英国女王长期生活在最古老而且人口最多的领土，那就是英国，所以她无法对其他领土有效行使国家元首的权利，所以她就会委派代表，也就是总督，到每一块她的领土上面。你可以理解为她类似古代的那种分封诸侯的那种场面。在各个诸侯之上，还有一位皇帝，那就是英女王。而总督这职位一般由当地政府提名，再由女王委派。在主权国家，总督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虽然他们在法理上有很多的权利，但一般都会遵循当地政府的意见，也就是挂个名拿薪水呗。而在一些没有取得完全独立的地区，英国的总督就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实权。在最开始，各个国家代表女王的总督是由英国人来担任，后来一般由本国人来担任。除此之外，加拿大的 Common Law 普通法认为君主是不会做错事的，因此君主不能因为刑事犯罪在他自己的法庭上被起诉。那何为自己的法庭呢？也就是说，整个加拿大都是英女王的，连法庭都是，那怎么可能他把自己关进自己监牢呢？原本呢，加拿大是任法国的皇室为君主，过后因为法国战败，被迫割让给英国，自此就任英国的皇室为君主，直到现在。所以说啊，谁强就任谁做老大。根据加拿大的法律，移民规划为公民时，需要在典礼上宣誓效忠于英国的皇室。根据2013年的数据，纽西兰人为英国皇室买单的数额是最大的，平均每人要花2.44美金。这绝对不是因为纽西兰人很孝顺，所以进贡的比较多，而是因为纽西兰人口最少，只有500多万人，所以分摊到来的数额比较高。
而排在第2的是加拿大，平均每人要贡献1.1美元，再来才是英国自己1.04美元。英国是这些英联邦国家里人口是最多的了，但还需要付出与加拿大差不多的水平，可见英国人平常真的付出很多，还曾经斥资1.5亿英镑对白金汉宫官邸进行了翻修。而最抠门的或许就是澳洲了吧，才0.76美元。早在哈里单方面宣布脱离英国皇室之后，加拿大就宣布不再承担哈里、梅根夫妇每年约1000万到3000万美元的安保费用，光是一个皇室成员就要花在加拿大纳税人的3000万美元。罗伯特·芬奇有一句最喜欢的名言，就是说只需一杯咖啡的价格，加拿大人就可以享受到皇冠带来的稳定。根据君主主义联盟自己数据的显示，供养加拿大女王的成本正在飙升。仅在过去10年里，支持君主制框架的人均费用，包括皇室在加拿大领土发生的费用，以及总督和持位省督办公室的费用，已经增长了1倍以上。但芬奇又说，攀登的成本反映了女王的代表正在积极地扮演角色，承担更高的责任和更多的旅行时间。虽然这可能让加拿大人多花几分钱，但他强调君主制并不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行动。但加拿大共和国全民事务的全国主管汤姆·弗雷达并不认同这说法。弗雷达说，问题在于加拿大实际有2个国家元首，也就是女王和总督，还有他一群的省级代表。这种重叠造成了冗余和过时的滋味，最终让加拿大纳税人付出了大笔的金钱。他认为，在这艰难时期，女王的代理人应该吸取节省的教训，特别是那些底下的官员已经完成了省督的大部分工作，所以这个职位形同虚设。根据加拿大战略委员会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0% 的加拿大人认为与女王或者总督有关系，也就是说，有70% 的加拿大人对英国的皇室其实是无感的。65% 的人认为，一旦女王去世，就应该断绝与君主制的联系，也就是说，这一任的英女王可能是加拿大历史上的最后一任元首，过后将走向共和。2011年，英国王子威廉夫妇婚后的首次访问加拿大，就遇到了法裔独立人士的抗议。他们称英国王子是寄生虫，高喊我们绝对不屈服，威廉滚回去。抗议者认为皇室体制已经过时，反民主又性别歧视。一名魁北克省的议员则表示，君主制是从古代沿袭而来的寄生系统。一个21世纪的国家不需要有君主或出身高贵的人。他甚至把王子的来访比喻成马戏团巡演，哈哈。你觉得呢？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和分享，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想看英国如何组织英联邦，把全球54个国家都纳入，可以来到我频道看上一期的作品。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记得订阅哦，拜拜。